既然我最喜欢的驾驶员真理都有了，那么还得给他配一个8号机。没想到拼完之后我人直接傻掉了，他的配件好大呀！这就是小布的传奇版新世纪福音战士8号机阿尔法。我对这种粉嫩嫩的机体呢是没有任何抵抗力的。这是一款纯拼装的模型，有着足足12包的流道零件，3包预涂装成品零件，1包关节零件，1包地台零件，1本说明书和1张图鉴卡片。开模的细节还可以，部分流道零件也给到了预涂装分色，水口依旧是直接手撕就可以，而且不需要任何的补色贴纸和工具就能够完成拼装。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经过2个半小时拼装之后的成果吧。说实话好像有点朴素呀。作为剧场版里面登场的机体，怎么看着都要比上个世纪的 TV 版里面的还要粗糙很多呀。细节方面可以看到头长得很别致，有3个尖尖，这也是浑身最复杂的地方了。额头上的3道粉红色还有眼睛呢都是镂空分件分色的，眼影是隐隐效果还不错。整个头雕比起我们之前看的初号机呢是要小了很多，嘴巴不能够张开闭合。他们的体型也像是对应的驾驶员一样，男女有别。可以看到脖子一圈的造型是差不多，但是8号机的肩呢要窄了很多，脖子也差不多，靠分割造型来实现伪联动的效果。而躯干的造型呢就有点简单了呀，从胸围到臀围呢仿佛差不了多少，而初号机呢可以看到，嚯，这胸和胯部差了太多了，而且人家胸口还有其他装备呢，还有展开机构。而胳膊肩膀呢无论造型还是分色区域呢都是差不多的，就是8号机在前面会多一块红色，肩膀的图案绿色是分件，而其他地方呢就是遗印。肩胛要比初号机小很多，而且胳膊呢要细了不少，小臂中间末端也多了一处分色，然后胳膊上呢是没有图案的。背部也是造型设计一样，但是细节呢完全不一样。下半身看着是一样，但是呢它的脚部后面呢是突出的更大块，然后就是膝盖装甲呢是更小一些，而且呢没有可动了。之前的初号机呢是可以前后活动一部分的。本来我以为也就是造型和身材原因呢，上半身会重新开模，没想到下半身呢竟然也有2处很细小的区别，竟然也给到新规开模了。可动方面毕竟驼背嘛，低头幅度还可以，抬头呢就比较一般了，转动没问题。肩胛是曲形关节连接在躯干上的，胳膊差在90度，前抬超过90度的话会把肩胛给崩飞掉。肩膀可以轻微的平转，曲轴幅度是150度，手腕还算是灵活。胸部前倾还可以，后仰比较一般，转动的话会和装甲有干涉。腿部侧踢80度，前踢90度，后踢45度，大腿根可以平转，屈膝幅度180度，脚腕接地性比较一般，脚尖有可动。小部件的拼装模型阻尼感一如既往的不错。配件方面，一把步枪，一把大狙，还有一个大盾牌。至于有多大呢？可以对比体会一下。模型呢是18厘米左右，而盾牌呢很明显2倍以上了。这把大狙怎么着也得30左右吧，大到我的柜子摆不开。小步枪呢做的挺精致的，它是只有3个分件组合而成的，小细节分色都是靠遗印来实现的。而这把大狙长这么长，肯定能打很远吧，所以说为了能够打准呢，得配备好几个镜头吧。枪身是纯分件分色，只有2种分色。为了还原细节用的分件还不少，而且这里呢还可以滑动。而为了还原这个枪口的细节呢，也是用到了不少的分件。而这个盾牌因为做的够大嘛，所以说呢就给到了完全的分件分色喽，都不需要用到遗印。有没有觉得拿在手里面像是一个奥特曼的变身器呢？背包的细节呢也要给还原出来，可以通过支装连接在背后，因为背包太长了嘛，只能上支架了。替换手型有一对奔跑手，一对握拳手，一对五指大张开手，一对握枪手。虽然它没有匕首，但是还是给了你一对握持匕首的手型，看来是直接用的初号机的偷懒了。然后使点力气把背后的这个盖板给抠开，可以看到插手栓呢又给还原出来，还给到了预涂装分色，还额外给到了一个备用的。最后就是传奇版标配的支架地台和一个拘束架了。因为这次的盾牌实在是太长了嘛，所以说它的支架呢可以看到给你延长了一截。如果不搭载盾牌的话，也可以把这个延长件呢给拆掉，用的话就直接连接在背包上，然后背包再连接主体就好了。而拘束架需要安装在这一个地台上面，后面还插了一根电线。比起之前看的 TV 初号机的呢，可以看到多了很多的遗印图案，但是呢没有那些细节了。架子也是不能够拉开变形的，造型倒是看着没啥区别。电线是软胶包铁丝的，可以自由的凹造型，可以和8号机的背后相连接。好的，以上就是传奇版8号机的情况了。它横向不占空间，但是竖向呢太占空间了，和我们之前看的驾驶舱是刚好反过来的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就放一起吧，横向竖向呢都占满了。